183、140算瘦嗎？瘦與胖這個標準得看是誰定的了。你要是讓我去算，你肯定算瘦啊，你這個一點肉都沒有。你要是讓老百姓去定的話呢，我覺得最多是個正常人。每個人都有自己一套，都有自己的一条尺子，丈量的方式不一樣，得出的結果也不一樣。我的尺子的話呢，就是你達到146斤，體脂率跟我是一樣的，一層皮的狀態，你已经不算瘦了。如果你體脂沒有我低，然後還沒有146斤的，那你沒有到达薄肌的標準，還是可以有非常高的上限啊，肌肉量還能长個20多斤呢。減脂不掉肌肉的關鍵是什麼？關鍵是合理的飲食，合理的訓練。飲食是讓你掉的損失的肌肉給它補充回來，訓練是觸發長肌肉的條件，以及最大化的去減少肌肉的自我分解。就你瞎練和不練，肌肉掉是完全不一樣的。你瞎練跑步机的，跑个一个小时的，肌肉1000%是掉的，1000%啊，掉个1克、2克、3克、4克，那我就不得而知了。反正1000%是掉，我已经不是說100%，是1000%。但是你掉了之後，如果後面營養吃很多了，蛋白質吃一大堆的，那它還能長回來。但是長回來的話，你減脂效果就不好了。比如說我增肌期每天跑步1小時，但是我熱量每天吃5000大卡，那你說我肌肉整體掉還是長的？那肯定是長的呀，因為攝入的遠遠大於你跑步機分解。但減脂不一樣，減脂你就吃這麼一點東西，你肌肉還能長回來？長不回來了呀。所以說慢慢減，不要像上面那個哥們兒一樣，1個月減10個點，那簡直就是用釣魚線拉坦克。剛才說什麼掉肌肉？活着就會掉肌肉，跟沒關係啊！我現在就在掉肌肉，我現在站着，我呼吸都會掉肌肉，但是我吃飯會把掉了的肌肉給它長回來。只要你人活着，它就會掉肌肉。肌肉就像是一個游泳池，不斷的有水排出去，就相當於肌肉掉了，又不斷會有新的水加入進來，新水加進來。它就像是一個游泳池，不斷的舊水排掉，新水進來。如果你新水加的比較多，這個游泳池的水會越來越滿，游泳池就對應我的肌肉量。當你的水加不進來的時候，你這個游泳池遲早一天就要乾掉了。明白了吧？肌肉就是一個游泳池，游泳池你開着它就會蒸發，水分它是無時無刻不在蒸發的，但是你看不見。它水在空氣中你是看不見的，它就是在蒸發。我的肌肉我站着它就在分解，沒辦法，這個就是自然規律。你想不掉肌肉，那就只能靠長回來。如果你都長不回來了，那你整體就是掉肌肉的。先減脂再擼鐵嘛，同時進行就行了。我這個器械叫綜合訓練架，在淘寶買的。先掉肌肉再掉脂肪，沒有先掉肌肉先掉脂肪，這個可以推翻了。肌肉脂肪是同時掉的，就是功能比例不同。功能比例不同。推拉循環利尿休息怎麼樣？適合你就最好。光做啞鈴無氧可以全身瘦嗎？不行，因為沒有飲食計劃。我這個器械叫綜合訓練架，先減肥再擼鐵嗎？可以的。是吃的乾淨，基本碳水4、5倍，蛋白質2倍，脂肪1倍，然後熱量差了1000多卡，要不要改飲食？熱量差了1000多卡，改飲食可以改呀，調整成你最適合的就行了。1個月不想練，有氧不做，但是你每天保證100到200的缺口，100到200的缺口，減重中大致掉多少？你要多久掉多少呢？100到200，你要多久掉多少？
差不多50天掉2斤吧，1个月啊，差不多1个月掉1斤吧，一斤不到一点。這1斤的話就有點像純脂肪了，沒有什麼水分了，挺乾的。對，1個月掉1斤不到一點，差不多50天2斤嘛，那就是25天1斤。25天1斤，25天1斤是絕對不會掉肌肉的，它絕對不會掉肌肉，因為它熱量缺口很少，你的蛋白質基本上都能吃到1到1.5倍。你每天所分解掉的肌肉遠遠小於你每天能夠合成的，所以整體還是我說的那個游泳池原理，你每天水分蒸發掉100升，排出去200升，水再加進來500升，那整體游泳池的水面會往上漲，這個游泳池的水面就對應着你的肌肉量。身高體重多少？身高181，體重不知道。172薄肌的話62千克就行了，但是體脂率要達到10%。炒菜不可以放油嗎？炒菜你可以放油啊，你不放油不是粘鍋了嗎？你不放油你直接蒸就行了呀。什麼大白菜、娃娃菜、卷心菜放到蒸籠裡面蒸一下不就好了嗎？你炒菜不放油不好吃了呀，不好吃的話你還不如直接水煮呢，反正都是不好吃的，水煮跟蒸有什麼區別呢？炒菜就是為了好吃啊。放油不就是為了好吃嗎？你都不好吃了，還有什麼炒的必要？直接蒸就行了。缺口大就會掉肌肉了，對，長不回來了。每天90分鐘要吃多少蛋白粉？不用吃蛋白粉。吃多少的話，你要吃的話，你要去計算的，這個東西每個人不一樣。你可以去百度啊，找 AI 或者去計算一下就行了。每天吃多少蛋白粉？可以算碳水嗎？可樂就是碳水化合物啊，可樂是碳水化合物，多喝能不長肉？你喝無糖的就不會長肉了，喝無糖的。想練到20以下，定制多長時間能完成？35-20以下，那得看你有沒有多少的執行力了呀。你願意為你體脂率達到20以下，或者說看到你自己的腹肌，你可能從來沒看到過自己的腹肌，你願意付出多少的努力？你願意去為這件事情去堅持、去奮鬥、去努力嗎？如果你願意的話呢，3個月起步，但是3個月很痛苦。我建議你把時間拉長到4到5個月。4到5個月，我帶了非常多的人，帶了幾百個人。4到5個月是大眾能夠慢慢完成的這麼一個時間段。其實你體脂率都已經35了，都已經不用考慮減不減的問題，你要考慮健康方面的問題。你百度都是可以查到，體脂率高於20以上會引起健康方面的問題。你現在已經不是為了減脂而減脂，你是為了自己的健康去減脂。其實你已經沒有退路了，你已經在懸崖邊了，往後退一步你就掉下去了。你確實應該下定決心去把你的體重去降一降，你的脂肪肝先不說有沒有爆表，它多少都是會超的，還有一些其他的，反正你把體重降一降會更健康一點。你現在不減的話，過年還得長。過年這長體脂很容易長的時候，你現在就算你沒有降到25，你降到30了、28了，你過年再長一點點，那也能接受。你現在不減的話，過年破40了，一會兒破40了。平時臉肚子大的話，做飲食方案就行了。你自己也練過了，你應該會發現，健身房練了一段時間，肚子也沒小下去。因為減肚子不是靠你訓練方案，是靠飲食方案。在增肌期一點熱量缺口的增肌效果，增肌期的話，熱量盈餘，增肌效果可以最大化。有熱量缺口也可以增肌的，只要你把訓練做好。但是你有熱量盈餘的話，增肌會最大化。這個最大化會有一個閾值，它不是熱量拉越多越好。拉越多的話，你跟上面那個哥們兒一樣，體脂就衝35了。你應當保持一個合
合適的盈余，這個盈余只要能夠你合成肌肉就夠用了，它是理論上就是這樣的。但是多少夠用，没有人能夠準確的去預算，所以經驗豐富的老手都是多吃那麼100、200的卡路里，相当於2片麵包的熱量。他們就是多吃那麼一點點就差不多了，沒有脂肪肝，那就還好。主要得執行，对，主要得執行，你得10天跟我進行打卡匯報。有些哥們兒他非常有信心啊，就拿到我的計劃直接單飛了。我可以告訴你啊，強不是強在計劃本身，而是強在後期不斷的計劃調整。每10天你要給我匯報，有效果的話就一直和我對接就行了。哪天效果不明顯了，我們去找問題就 OK 了。不要老是单飛啊，單飛你3、4個月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有沒有效果。那你繼續減就行了，就原計劃推進下去嘛。原計劃推進就行，我的原計劃就是能讓你減乾的，原計劃能讓你減乾的。頭髮早就短了，都幾個月了，張大少，都幾個月的事情了。這事情都快2個月了吧，好久沒刷到我了吧？我練了5年半了。練了快6個春夏秋冬了。沒見過自己腹肌。如果你能堅持下去，用老百姓能夠長久堅持下去的方案，你到明年的暑假可以看到自己的腹肌。明年的暑假，但是要求你不能中断，不能放棄。就是我们可以適當的吃放縱餐，放縱餐你吃了沒有關係，這個東西就是會控制不住的。但是你吃了放縱餐之後，你要馬上的調整回狀態。就跟我們學生時代老是不想寫作業，想打遊戲沒關係，你打一會兒遊戲，你把遊戲打完了，我們把手機關了，再回到寫作業的狀態，再把狀態調整回來就行了。就是你一直減，確實人會煩躁的。我們可以調整一段時間再回來，但是總不能不回頭了呀！你不回來的話就完全放棄掉了。減脂計劃3個月，練腹肌的時候想尿尿，你去問醫生吧。這個東西我沒有研究過。這樣是不是減脂很快？減脂快不快看你缺口拉多大，缺口拉越大，減脂越快。理論上你心率越高的話呢，燃脂效果強度越高，它也是會更好。但是它有個弊端，心率越高對應着強度大，強度大它對應着疲勞值會更大，會讓你第2天上不了班，第2天不想練，它就不能長久的堅持下去了。鯊魚肌單獨練，可以去嘗試一下。肱骨前移會不會影響練上胸？肱骨前移你要去問體態康復的教練，他們是專門研究這一塊的。我是做增肌減脂相關的，如果你有任何增肌和減脂方面的可以問我。邊減脂邊塑形嗎？ No， 邊減脂邊塑形效率太低了。像你35%的體脂率，你就考慮減重減脂就行了。減重減脂就行了。1099能加重量了嗎？加重量
你要增肌的話，可以不用加，繼續練就好了呀。你要增力的話，就直接換成5到7嘛。19.9本身就不是用來增肌，本身不是用来增力的，一直卡也很正常啊。6個循環，你卡10個循環都正常，10個循環才1個月呢。哇！喝蛋白粉吗？我不喝蛋白粉，蛋白粉沒有增肌效果。减到多少体脂率適合增肌啊？你現在就適合增肌，跟你体脂率沒有關係。你要增力的話呢，你把那個動作改成主项改成5到7次就行了。但是我不建議，因為我本身給你做的就是增肌減脂方案，我不太涉及增力方面的內容。因為我覺得你新手的話呢，增肌就夠用了，你沒有必要專门去增力。你要加的話也可以加了，哥們兒可以加了。9次、10次非常穩的，很難受傷的。你要是去搞5次、6次、7次，你多少會有點肘關節不舒服啊，各種不舒服就來了。所以我不太建議新手去上大重量，還是老老實實去推进就行了。2分化肯定涨啊，都給你版本的答案了。我已经把最好的，目前自然版本最好的都給到你了。因為我想來想去練了這麼久，我認為還是2分化最適合老百姓。如果練腿的話呢，其實腿也是帶一下就行了，也是2分化進步最快。2分化其實真的用起來比3分化還要好用。其實彎路走來走去，它形成一個閉環了，又回來了。我要是最初用你現在用的計劃，我會比現在練得更加好，因為我不會走那麼多彎路了。我剛開始用5分化練了2年，哇，真的是有苦說不出啊！1周練1次胸，1個月只能練4次胸，毫無進步啊！我只能說，臥推95，從90推到100都卡了半年，真的無語啊！2分化沒什麼好介紹的，就是分2次訓練，練完全身。2分化不是推拉循環，推拉循環屬於2分化，明白吧？就跟浙江省不是中國，但是中國它包含浙江省，浙江省是中國的明白吧？它2分化是最大的，2分化下面有很多的分支，有各种的省，什麼廣東省、浙江省，你能自己去分就行了。推拉循環只是2分化的一种呈現模式，它呈現的一種形式而已，它可以有不同的呈现形式，就看你怎麼去改編了。你不練腿的話呢？就直接就是正面背面正面背面就行了。練腿的話呢，就看你怎麼去構建思路了。比如說推拉1天，蹲1天，或者說是推蹲1天，拉1天，或者是算了，我說了你們也听不懂，反正本身新手也不需要听这個。肚子大的話去做飲食計劃就行了。飲食計劃沒有飲食計劃的話，你跑步機練2個月都沒有用的，我已經幫你後面都已經預測好了。因為你沒有飲食計劃，飲食做不好的，你回來最終也是放棄掉的。我帶了太多人了，最終會形成一個閉環，就是剛開始體重是掉的，但是到後面就不會再掉了，然後陷入迷茫，陷入苦惱，就不去了，健身房就不去了，就放棄掉了。因為你飲食的話呢，思路制造熱量缺口的手段還不是特別的靈活，制造熱量差的手段，肩膀怎麼飽滿？那肯定增肌啊，感覺練2天就修不過癮。你這個計劃是可以連着練的，就是不休息連着練3個循環再休息1天也可以，但是不建議，容易受傷。
腹肌要刻意練嗎？看你腹肌想不想練好呀？你腹肌想練好，肯定要刻意練的呀。我覺得所有的肌肉，你想發揮出它最大的，你必須要把資源重點的去傾向到它這邊。這個就跟這個怎麼說呢？這個就跟以前上個世紀冷戰，美蘇冷戰期間，看你想搞什麼就把資源，比如說蘇聯想搞航空的，他會把很多的資源和經費搞到航空載人那個地方去。他美國他就不搞，沒有投入嘛，那肯定到時候肯定是投入更多精力的，會搞得更好嘛。比如說你的肩膀、你的腹，你想練得好的話，肯定要投入更多的精力的。也就是說，你說的要單獨練，你不单獨練有關係嗎？也沒關係啊。腹肌像龜殼一樣厚大，減脂必須爬坡，沒有必須爬坡。減脂可以爬坡，但減脂可以爬坡，這個說法是沒問題的。但減脂它必須爬坡，它絕對是有問題的。減脂可以爬坡，但不是必須爬坡。新手練胸飛鳥夾胸有必要嗎？沒必要，沒必要。但是你其他動作不會做的，那你這個動作可以做。飛鳥夾胸它是有用的，但不是必要的。你的胸和背冷戰，胸和背冷戰，那建議你多練練背啊，多練練背，因為目前還是圆肩的人比較多。如果你把胸練強的話呢，它兩個施力不均衡，它就圆肩了。你背多練練還能挺拔呢。吃不夠1.2倍能增肌，能增肌啊，100%能增啊。但吃不到1.2倍的話，它可能不會100%最大化增肌。但我可以向你保證啊，你吃不到1.2倍，它100%還是能長的，只是長得會打折扣。就跟你的牛肉一樣，你的牛肉新鮮的話呢，能賣50塊錢，但是你這個牛肉不新鮮了，那可能打個6折，只能賣個30塊錢，它賣還是能賣出去，因為畢竟這個牛肉離保質期過期還有2天的時間，它還是能吃的，它只是得打折要去賣掉了。你的肌肉也是一樣，你吃1.2倍能增肌嗎？100%是可以的，但是它能賣出最高的價格，最大化增肌嗎？可能会差一點點，因為你這個1.2倍。現實中，比如說雞胸肉丸，廠家蛋白質不達標，什麼添油加醋的，比如說你這個蛋白粉標着是80%，實際上含量只有70%，導致你少吃了。或者說這個饅頭，它上面的蛋白質是8%，結果實際含量只有4%，又導致你少吃了，那你實際會吃的更少，會再進行打一步折扣。所以一般老手啊，他想最大化增肌的，他會多吃，干净增肌热量盈余多少合適？新手的話50到500吧，因為你50到500根據你長肌肉的速度去決定。老手的話，由於肌肉長得很慢，我覺得盈余50到250這個區間完全就夠了。但新手不一樣，新手對於抗阻力訓練極其的敏感，就算你讓一個傻子去帶他練，他都能長肌肉。
所以說新手他肌肉长得比较快一点，那應當多吃一点，因為合成的这部分肌肉它也是需要熱量去合成的。新手建議50到500这個區間，50到500。老手的話呢，50到250就夠了，因為你長不出多少肌肉了，吃多了也就最多長脂肪，沒用的。吃越多脂肪長越多，吃多了感覺很膩，那你少吃點嘛，少吃點。主播你多高啊？我不告訴你。主播1.6米，熱量增肌熱量計算完一直用，還反饋給你，再改熱量。一切以實際情況為準。一個手機上市了，先自己人內測，內測好了。沒什麼問題了，基本上沒問題了，開始發售。發售之後呢，用戶反映，哎，你這個手機怎麼老是電充不進去的？那再進行下一批進行修改，不斷的去完善就行了。必須得反饋的，你手機電充不進去，你又不說，那大家都不說，那廠家就一直不會改。如果你這個熱量計算完之後呢，根據體脂啊各種腰圍的變化或者。反正以實際效果為準，效果想最大化的，我再給你再進行修改就行。比如說你想變得更好的，那就再修改一下，就是拉到最大就行了，最大化进行嘛。不是1.8米嗎？對，今天1.8米。現在減脂餐吃啥？現在吃雞腿都吃吐了。減脂餐隨便你吃啥，你不用模仿我吃啥。南方人吃米飯，北方人吃饅頭面條，這個東西沒什麼好參考的。靠山吃山，靠水吃水，有什麼吃什麼嘛。海邊的人把魚肉、各種牡蠣啊、什麼海蝦、螃蟹當成蛋白質的來源。山裡的人他把什麼雞鴨牛豬羊當成蛋白質的來源。這個東西沒什麼好模仿的，就你想吃什麼就吃什麼，只要你能製造出熱量差，依然有減脂效果。不是說你必須得吃牛肉，必須說吃雞肉，沒有這個說法。推薦20屬於新手水平，屬於新手水平。差不多是練了半年左右的新手。哎，健身它很有意思的。其實很多游戲你入坑玩個半年1年也已經是高手了，但健身它不一樣。健身其實你練了1年都是新手，它就是這麼離譜。推薦及格多，沒有及格多少的說法啊，沒有這個說法。剛練2周，不知道怎麼練，不知道怎麼練的話，用3分化去練吧。3分化可能不是最好的，但它一定不會差到哪裡去。去抖音搜一下3分化就行了。唉，3分化把腿也練了吧。腿的話可以用固定器械去練，不一定非得死磕槓鈴深蹲。但槓鈴深蹲不可否認，它是對於一個功能性和整體發展非常好的王牌動作。正面的雙手好看，正面雙手可能不被允許。反正比賽先用單手。才幾天我瘦這麼多了，我10天都瘦了10斤了，我10天體重都掉了10斤了，但都是水分。過幾天冲碳冲回来了。感謝送了燈牌。你是練冷兵器的，練了一段時間武器哦。
手劲变大正常嘛？练久了它就不会再变大了，正常啊。练久了它就不会再变大了。明天再冲碳1天，然後后天早上就出發去杭州了，去參加杭州環濟自然賽，29號晚上男子健體。你的筋膜多久做一次啊？筋膜差不多25年做一次吧。明天也不做一次，我主要做肌肉的盲人推拿。肌肉筋膜啊，這個東西從來沒做過。是每天都吃不飽，每天吃太飽了，每頓按公斤去吃。吃不飽的話，你睡不着覺的。哎呀，絕對要吃飽，你不吃飽的話睡不着覺的。一頓的話要吃1公斤，蔬菜的話1斤半，肉的話半斤。然後脂肪的話呢，可以帶點油，帶點堅果類，差不多。蔬菜保底要1斤起步，要不根本就吃不飽了。蔬菜要最好是1-2斤，但是1-2斤普通人他吃不下的。体脂率10%。杭州哪？杭州的湘湖藝術中心，湘湖藝術中心還有藝術館嘛，我也說不清楚，反正旁邊有條看地圖河一樣的湘湖藝術中心吧。到時候可以跟你合影，直接跟你合影，直接跟你合影。但是你进不来啊，有门票要199，很坑的。本来第2天我還要去看那些自然天花板比賽，門票要收我500塊錢，我直接扭頭就不看了。A 類補劑對肌肉合成有幫助嗎？類補劑對肌肉合成有合成的補劑呀，它不是所有補劑都是用來合成的呀。就跟你廚房有菜刀有鍋碗瓢盆，但不是所有的鍋碗瓢盆都是用來切菜的呀，切菜它只能用菜刀呀。你說肌肉合成的那它也就那麼幾種，而且都用不上。肌酸也不是用来肌肉合成的呀。你1斤2斤這麼吃膩嗎？已經沒感覺了，已經吃菜就跟喝水一樣沒味道。我可以告訴你，一頓吃2斤的蔬菜啊，它沒有任何味道，就跟喝水一樣。但是你渴了，雖然水沒有味道，水是無色無味的，你就是想喝。你餓了，雖然1斤的蔬菜它沒有味道，但你就是想吃，明白吧？它已經沒有味道了。吃膩了強行，不是強行吃，我還是那句話，水它沒有味道，你渴了就是想喝。你在沙漠，我給你一瓶水，你渴了半天，這瓶水沒有放糖，沒有任何味道，這個瓶水你喝還是不喝？那我再問你，你餓了3個小時，我給你一盆青菜，水煮的，沒有任何味道，你吃還是不吃？你不吃你就餓着就行了。最終你肯定會吃，在家裡，我計劃是根據你的器械定制的。你把你家裡有什麼器械，你照片發給我，我根據你發的照片去進行定制就行了。比如說你拍的有這個綜合訓練架的，我會默認，比如說默認你會有點小工具，什麼繩索啊，
做石抹痧能做的，我會給你主動加進去，因為我覺得你都已經買輛汽車了，那你汽車方向盤總得是有的吧，對不對？這種東西它是配套的。就這個東西，這個東西一般都配套的，我會主動給你加進去的。如果你實在沒有的話，那就給你替換掉，換成啞鈴吧。飲食肯定要不控制，肯定要控制啊，飲食。你的体脂率是10%，对啊，目前10%啊，那肯定是10%啊，還能多少？肌肉筋膜多久做一次？25年都沒做過一次。怎麼晨肩？把肩膀放下去就晨肩了。因為是5啊。行吧，還是你会说话，我以為你要說我的體脂是15呢，15的話，那我可真無語了。我本來還以為你想說我是百萬富翁，沒想到你說我是千萬富翁，那我更高興了。就有些屌毛老是說我體脂是15%，我真的已經無力再辯解了。不放鬆肌肉的泡沫軸放鬆呀。泡沫軸放鬆的。噔噔噔。晚上吃多了嘛，做力量能防止长肉吗？防止不了，已經長出來了已經。你要做的就是去給它消耗掉。中国市场价1600、1500、1600这樣買，1550吧，1600這樣買。你就直接買几節課，然後讓你們健身房的教練把你不會的動作去規範一下就行了呀。你就直接跟他說清楚嘛，就是學幾個動作，學幾節課就沒問題的呀。因為健身練一輩子都是那麼幾個動作呀，就開車開一輩子都是一個方向盤，一個左腳一個右腳。手動擋的話呢，自動擋的話還不用左腳了，自動擋只用右腳就行了。開來開去不都是那麼幾個東西。狗東買就1-2萬，淘寶買的。淘寶。至於增還是減呢？增好幾個體脂20啊，那看你自己呀。增肌半年啊，看你自己呀。每個人他的需求不一樣，但是從健康角度來看的話，你高於20的話，就應當減脂了。體脂太高不健康。肚子大怎麼辦？肚子大去好好健身就行了。去堅持好好健身，但是你得有效果的健身。沒效果的話，他就原地踏步。增肌肯定不能猛吃啊，猛吃那是瞎吃。
差不多了，12點，然後明天9點10點再見吧。明天狀態應該也是不錯的，開始碳水一上來的話，人就正常了，終於不是低碳。OK， 然後我的日常生活賬號在主頁的另外一個賬號，你們可以去看一下。今天饅頭吃了很多，吃了一大堆衝碳。在主頁另外一個是我個人的訓練和生活賬號。正常訓練正常吃飯嗎？對，其實就正常吃，但你怎麼正常吃你不知道，米飯吃1碗還是吃2碗你知道嗎？你不知道。肉要吃多少你知道嗎？你不知道。蔬菜吃多少你知道嗎？不知道。練前餐練後餐都不知道。但是知道的人他就總結一句話：正常吃。但这个正常是健身人的正常吃，不是老百姓的正常吃，明白吧？健身人的吃法正常吃，跟老百姓的正常吃它有天差地別。OK， 差不多，然後明天9點10點見吧。有問題可以明天9點10點繼續聊。